費了9牛2虎之力，終於把這台在地下停車場停放了2年的機車推到了我的車庫。這台雅馬哈 R1因為停放多年，導致現在無法啟動。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。先把它綁在車庫的維修平台上，這樣維修方便多了。我從這台車外觀看出，它有一肚子的辛酸想吐露出。它本是在路上追逐風和自由的選手，卻讓它在車庫裡吃灰。因為長期待在陰暗的車庫，它的電源系統已經癱瘓，還怨聲載道道：“我再也不想進到那滿是灰塵、陰冷黑暗的地方。”還說讓我把乾扁的輪胎修復好，給他洗個澡，帶我體驗擁有賽車系統的動力。出於對他動力的好奇，我同意他的條件，現在對他全身上下做一個全面的檢查，試着將它復活。很確切的知道他的電池在他的座子下面。拿開座子之後，就看到他的電池，看樣子已經是虧電的狀態。我又找來了一塊電池，先把電源給它通上去。看一下沉睡2年的家伙，對它第一次啟動。看来這台車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簡單。通上電之後，啟動機由快到慢，我感覺停放多年應該是啟動機鏽死卡死內部。下一步我得查找一下這個啟動機所在的位置。出於對這台車的不了解，我上網查找了這台車的維修手冊，上面圖紙很清楚地告訴了我所在的位置。看來拆啟動機這個玩意兒需要拆很多東西才行啊。啟動機的位置過於狹小，需要把上面的東西全部拆空。現在拆的是油箱插頭。我操，油箱這裡全部被膠水給封住了，我有種不祥的預感。上任師傅修車絕對是腦袋進水了。接下來我得把啟動機拆下看看到底什麼情況。請祝我好運。油箱的膠水讓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先放一邊，還得看看別的。這是它的空濾，竟然是一個 KN 高流量的。不過上面的灰塵，看樣子好長時間就沒有保養過了。這一次得精心修理一番，讓它的動力恢復到標準的狀態。繼續往下拆，先把空濾殼給它拿掉。每拆一步就伴隨着一個驚喜。這個發動機廢氣管裸露在外，沒有插到空濾上，而且曲軸箱的廢氣管也是裸露在外，這樣發動機根本就達不到完全的燃燒。事實證明，腦子裡不但有水，而且還填滿了漿糊。這讓我想起了唐老大的那句話：只要做事一絲不苟，就能與眾不同。現在拆卸的是节气門，還有噴油系統。這個裝置就是節氣門，外觀看上去有一層浮灰，它的工作原理就沒有化油器的複雜。一會兒簡單清洗下外觀，還有內部的翻板就可以裝車。這個就是啟動機，現在拆下來仔細看一下什麼問題。就是這麼一個玩意兒，讓我拆了那麼多東西才能把它給拆下來。現在我要對它進行保養一下，看看裡面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。先把這外觀一次也沒有清理過的油污給它全部清理乾淨，再給它的外觀做一個標記。拆開之後，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底座和轉子有很多的雜質，接觸不良。下一步給它清洗一下，用400目的砂紙把導電的地方全給它打磨一下。
給它潤滑的部件重新塗上黃油，按剛才的步驟再重新組裝回去。這一番操作，這個啟動機會如我所願的重新的復活。這就是剛才做記號的原因。現在對準給它裝回去。安装回去之後，我得嘗試轉動一下，看剛才的故障是否完全解決。啟動機已經保養完畢，測試一下是否工作正常。工作正常。馬達的聲音已經是雄厚有力，這代表沒有問題。下一步檢查檢查它的火花塞。拆出来可以看到用的是普通的火花塞，而且是 CR71的低热值的火花塞。像这種大排量车只能用高热值的火花塞，而且必須得用1斤的。我们给它换掉。1斤火花塞呈尖形，点火非常的充分，而普通的火花塞点火会非常的不好。我们把它更换掉。现在给它装回高热值的火花塞，用电子版扭矩扳手给它打上合適的扭矩。现在來清洗清洗這個節氣門，長時間不清理，怠速會忽高忽低，冷車加油門會失火。把表面的水分給它吹乾淨，開始裝車。為了油門有更靈敏的油門響應，4缸平衡儀我已經連接完畢。下一步我該處理最棘手的問題，就是它油箱這邊已經不知道被哪個師傅幹過，所以說我得立馬得修復它一下。油箱的膠水應該是油泵的密封圈導致的，我們拆下來更換個密封圈即可。原本只是以為油泵的密封圈損壞掉導致漏油，沒想到拆開之後發現這兒有這麼大一個窟窿，真是中獎了。我必須得把這個焊接起來。然後我看到油箱裡面多年的鏽，說明油箱好多年沒有加過油。隨後我再把油泵給清洗一下，終於知道它為什麼要粘這麼多的密封膠。這個故障真的是措手不及，這裡一旦漏油，而油箱下面就是溫度極高的發動機，說不定還會自燃，這個隱患必須得處理掉。打磨完之後，看見好幾個傷口，油箱的修補工作還是一個技術活。為了永久的避免這個隱患，我找到了本地經驗頗多的老師傅。只見他用刷子蘸取點神秘藥水，塗抹到腐蝕的傷口處，然後開始加熱手中的棍子，變成銀色液體，補住了漏掉的傷口。這個方法還是很可靠的。油箱是易燃物品，所以不能拿正常的焊接工藝進行修補。這一操作讓我恍然大悟。第一遍將小孔堵住了，接下來還得第二遍堵住大的一點的孔。這個第二遍花了2個小時才順順利利修補完成。拿回來之後，又將焊接表面打磨平整，之後將油泵裝上去，看看平整度怎麼樣，以免漏油。我又拿出我車庫的噴漆槍，將掉漆的地方補下漆，以免下次生鏽。終於，這個油箱修復完畢，我們裝上車。給它加注98號燃料，現在已經全部整理完畢，看看是否能喚醒它。
的調試一下四缸平衡。这一刻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自豪，而接下来我就要准备这令人头疼的外观和这繁琐的线路，让它重新年轻到新车的状态。这台车的故障真的是一波三折，先是启动机锈死卡死，中间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，最後還是令人非常棘手的油箱。不過這些問題都成功的解決了，成功的喚醒了這台沉睡2年多的車子。明天就來整整它破爛的外觀，讓這台廢棄2年的機車重新變年輕。上期我買了台在車庫沉睡2年的大跑車，並喚醒了它。有的人說它的輪胎裝反了，我看了一下，確實是裝反了。這一次我要把它的輪胎給糾正過來，並且讓它恢復成新車的狀態。我還像18歲的少年那樣說着意氣風發的話語，不過我還是會言出必行。如果你喜歡的那台車子也很破，請認真看完這個視頻，你也可以讓它重新變年輕。我得先把這黑不溜秋的外殼拆下來，給它重新做一個新的顏色。上一位修車師傅為了固定這個後尾燈，什麼辦法都能想出來，這發泡膠都用上了，哎，真慘。但願這是從這台車上最後一次看到被硬補上去的東西，把這些膨脹膠全部給它清理乾淨。這車也太髒了，我得趕緊把它清理一下，要不然看到這些油漬，還有這些灰塵，我就格外的難受。在修復它外觀之前，我得把這車身上的陳年老土，還有陳年的污漬，給它全部清理乾淨。現在接上電，用高壓水槍給它洗個澡。11月份的天氣雖然有點冷，不過對喜歡的事面前早已拋到腦後，把它每一個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給它清洗乾淨，因為它要進行一次蛻變。洗乾淨之後，把它身上的水全部給它吹乾淨，防止生鏽。走，把它推進車庫，對它進行深度的修復。下一步我要把這錯誤的前後輪胎給糾正過來，並且順帶把輪毂噴成你們最喜歡的顏色，搞起來。從車庫拿幾個趁手的工具，開始拆卸它的前後輪。現在拆卸後輪總成，開始拆卸輪毂上的剎車盤。這個剎車盤屬實生鏽有點嚴重。拆卸完剎車盤，開始拆卸輪胎。這倆輪胎花費了我大半天的時間才拆卸下來。現在對這倆輪毂進行噴漆塗裝。打磨是噴塗之前必不可少的工作，除了有點費腰，其他都還挺好。打磨完之後，把輪毂上的水分給它吹乾，差點忘了還有油箱也得給它做個顏色，把上面的貼紙給它清理鏟除掉，然後用800目的砂紙打磨一遍。還是像剛才輪毂那樣，把表面水分給它吹乾。接下來開始噴塗，戴上防毒面具，拿上我的 98K。第一遍是白色底漆的顏色，現在開始噴塗藍色。
至此，這台車所有的零件已經修復完畢，如你所見，嶄新漂亮。下一步開始裝車。藍色的輪毂彰顯出極致的性能與操控。下一步裝上油箱，熱一熱車，給它更換新的機油。把舊的機油給它放掉。机油滤也給它換成新的。用扭矩扳手給油底殼螺絲打上合適的扭矩。現在給它加上新的機油，機油量是3.5升。把它的冷却液也給換掉，因為時間過長也已經失效了。更換完畢之後，我們來組裝它的外觀。外殼的組裝就像在拼樂高一樣，拼接着每一個零件。這台車的外殼分為藍白兩種顏色，極力展現了它的獨特和不一樣的審美觀。全車外殼已經裝到了80%，現在調試一下它的後尾燈。最後再給它加上98號汽油。所有工作已經準備就緒，來啟動它。啟動的那一刻真的是太帥了，經歷了百般挫折，終於完成了我心目中夢寐以求的樣子。從以前的破爛不堪到這樣如你所見，這台車進行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你我一塊見證了它。可能你喜歡它的結果，但我喜歡過程中的酸甜苦辣。我是介石小林，一個愛玩車的00後。惠平的張大爺說他收到了一輛80年代的摩托車，要賣給我，要不然就賣废鐵，我得趕緊去看一下。